包拯，你谏言朕是大功于天下，朕不责怪你，但朕不会认错，更不会谢罪己诏。包爱卿，让你失望了吧？你走吧。皇上，臣告辞。等等。 这是欠条，你收好。包拯，你刚正不阿，朝廷正是用人之际，朕要好好重用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！ 包拯，本官今天要请你吃酒。第一，恭喜老夫摘掉枷锁；第二，恭喜你要升官了。皇上亲政，你是有功之人。听说皇上今天召你进宫了，准备封你做个什么官啊？哦，不会太小，肯定不会比本官大。哦，对了。 中书侍郎刘峰今年75岁了，是时候告老还乡了。恭喜你啊，包拯！请。尹大人，您猜错了。那是什么官？这是什么？奏书？ 你要谏言皇上？第一份奏折已经在皇上那里了，这是学生刚刚写的。只要皇上不认错，学生就不听他上奏。胡闹！你想干什么？想让皇上做个人民之君，让朝廷权贵不再贪赃枉法，让天下百姓都能过公平的日子。你只会让皇上记恨，什么也做不了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，写2个字就能改变天下？自不量力！ 幼稚！哼，行了，这个酒啊，我是不能跟你吃了，免得老夫又说不清，受你牵连。哎，包拯，你口口声声律府家的规矩治你爹吗？啊，我听说你刚出生的时候差点喂了老虎，你爹跟你认错了吗？笑话！哦，你口口声声律法面前人人平等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 庶民火烧皇宫，杀无赦。那皇上写个诏书认个错，就算是平等了。哼！本官奉劝你一句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欲速则不达。不行，凭什么让本官走？这是本官的府衙，要走也是你走。哼，火案已经破了，这府衙也该归还本官了。尹大人，您说对了，皇上是要重用学生。您说学生是干还是不干？真的？嗯，干呐！为什么不干？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哪有不接的道理呀？哎，皇上，到底要封你做个什么官啊？开封府尹。什么？相爷，您已经在这儿坐半晌了，该回去了。你说，人老了最悲哀的事情是什么？白发人送黑发人。
你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人被人害死了，你却不知道是谁害的。灵儿，爷爷说过要给你报仇，可是爷爷却食言了。灵儿，你告诉爷爷是谁害死的你？你告诉爷爷，爷爷拼着老命，拼了我这老命，我要杀了他，我杀了他！灵儿，叶儿，我想明天出宫了。去哪儿？回戏班子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早就该出宫了呀。朕不让你出宫，朕让你待在这里，朕要天天见到你。现在没人能让我们分开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走？难道你不想跟朕待在一起吗？这里不属于我。这里属于你，这里属于我们。我要让你在这儿，当这里的女主人。叶儿，这里要真正属于你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叶儿，大婚的事，你已经在朝堂上，当着百官的面做了选择，也承诺了张美人，不能出尔反尔。那是逼不得已。君无戏言，不论因为什么，说了就要一言九鼎。还记得我爷爷说过的话吗？一个好皇上，不能先想着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要做天下百姓喜欢的事。一个好皇上，说了就要做到，说了不做，就会失信于天下，百姓也会失望的。叶儿，儿女情长，不是一个天子首要做的事情。我舍不得你离开。皇上如果想周儿了，就让周儿进宫。周儿还是以前的周儿。我不能让你回戏班，那里太危险了。蓉儿，皇上，带周儿出宫，到时候完璧归赵。你要说到做到。是。皇上，太医差人来报，太后病情不详。哀家的这盏灯就要熄了。皇上要是有耐心，再多等上几天，也就皆大欢喜了，一切都圆满。真是可惜呀！哀家不怨皇上。皇上也不要怨哀家。赵家的江山传下去，就靠你了。
哥哥，我能不去？不能。你要记住，你一个人在宫里，顶我10万精兵。进宫之后，你要讨皇上欢心，成为皇后。哥哥，妹妹要走了。那一年，妹妹只有15岁，是哥哥把一个正在街头卖艺的傻丫头，变成了这个世上最幸福的女人，天天做着一个女人能做的最美的梦。兔子吃草，老虎吃肉，书生饮茶，将军喝酒。这是哥哥最爱说的话。伺候哥哥饮酒，是妹妹最爱做的事情，因为哥哥酒吃得越欢，爱妹妹就越尽兴。哥哥给了妹妹一个美梦，却亲手将它打碎。有一天，哥哥回来，告诉妹妹，说要让妹妹进宫，去伺候另外一个男人。妹妹哭着哀求哥哥，求哥哥不要送妹妹走。哥哥说，我一人入宫，抵得上你的10万精兵，要我讨得皇上的欢心，诞下龙子做皇后。妹妹什么都不愿意做，只愿意做哥哥的女人。妹妹没有力气了，哥哥能不能像以前一样抱抱妹妹？妹妹还要告诉哥哥一个秘密。妹妹这一辈子只有一个男人，那就是哥哥。贤弟，他早就知道哥哥的意图。从没有宠幸过妹妹，他宁可宠幸妹妹身边的一个丫鬟。妹妹只做哥哥的女人。
一场离奇大火，烧出几多荒唐故事。有人坐了牢，有人做了鬼，有人做了无辜冤魂，有人做了母仪天下的皇后，而我被烧进了开封府，做了府尹。3年后，皇上兑现了承诺，与张美人完婚。大婚之日降至，大赦天下。皇上大婚，天下大赦。包大人，包大人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对吧？包大人，包大人。张公子，你可以走了。大赦这种小事儿，也要包大人亲自来办吗？凡是本官经手的案子，都要亲自设放。包大人，您现在应该叫我一声国舅了吧？哈，我差点忘了，包大人向来胆大，专斩国舅。包大人不会哪天也把我斩了吧？本官只公正办案。这3年来，我有一事百思不得其解，不如你教教我。那个姓赵的为什么没有跟我们一起关进来？他放火，我救人，我不但救了他的命，还替他背了黑锅。现在他当了我的姐夫，一句大赦天下就把我给放了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公正？我回答不了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同你一样困惑。哼，你把我关进大牢里，你就不困惑了吗？不困惑。为什么？因为关你进大牢是我能做到的公正。好，包大人，我送你一句话，请讲。以后不要以卵击石。张公子可知这以卵击石出自何处？不知道。曾经一个算命的对墨子说：“根据我的推算，今天北方既见黑色，而你的脸色比较黑，今天出行往北一定很不利。”墨子却回敬算命先生说：“你所说的是谬论，而我所说的是真理。你想用谬论来否定真理，等于是以卵击石。”包大人的脸可比墨子黑多了。我保证脸黑心不黑。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我们换一个亮堂的地方看书去。是。张公子。知书方能识礼，不如我也送你一句话，说：“好自为之。”谢包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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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设放可还顺利？您名册上签过的都已经放了，不过，
有一个老头他不肯走。不走？为什么不走？大人，这个老头赖着不走，非说是王大哥和马二哥找他们来顶罪的，得讨回个公道。我们也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名堂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顶什么罪啊？你别胡说八道啊！大人，我们也不想信，可是那老头赖着就是不走。包大人，这种泼皮无赖在大牢里那是见怪不怪啊！您不用操心，我和王朝去处理。处理这种事情，两位大哥自然比包大人在行啊。就是，比我们更在行。少爷，按理说，老爷今儿也知道咱们出来，怎么也不派个马车来接咱呢？少爷，干脆咱俩走回去吧。哼，咱们不回去了。不回去了？那去哪儿啊？哪儿读书人多，咱们就去哪儿。读书人？书院？书院？书院里都是一帮穷酸的臭书生，小爷才不跟他们打交道呢。唉，不去书院又不穷酸。听雨楼？听雨楼？那是个什么地方？饮酒作诗，有钱的文人雅士都去那儿。哎，走走走，别在这儿坐着。唉，少爷，走吧，撵咱们了。把包袱给我。我不回去了，我不会这么窝窝囊囊的回去，让他也别来找我。你不回去，你在这儿干嘛呀？哼，我要干一番大事情。风筝，来看一下了。本店只收现银。它可比银子值钱多了。玉倒是块好玉。那你是想吃酒品茶，还是想摆宴听曲儿啊？住店。住店？住店不去客栈，来我这儿干什么？你这里风雅呀。要住几日啊？没日子。本店只接待读书人。我就是读书人。你？哼，不像。我哪儿不像了？你哪儿都不像。行了，慢走，不送。还真是个读书人啊！啊，好，我看走眼了，对我得罪了。你为什么要盯着我看啊？我怎么看？你也不像个掌柜的呀。既然是个读书人，那就要守读书人的本分。住在我这儿可以，我要跟你约法3章。哪3章？第一，不许打女人；第二，不许骂女人；第三，不许调戏女人。否则呢？咱们从端县到开封府，香火钱、药钱、送子观音的钱，和看郎中的钱，把他们融化了，都能做一个银孩子了。你说你这肚子怎么还是瘪的呢？嫂嫂，以后咱们别再花冤枉银子了。我这是心疼银子吗？当初我强迫三黑娶了你，可你这肚子怎么就不给嫂嫂争气呢？到头来啊，三黑一定会抱怨我。唉，罢了，庙还得拜，郎中也得看，我就不信你这肚子生不出个孩子来。嫂嫂，要不咱再给三黑纳个妾吧？嫂嫂，雨柔小姐还没嫁人吧？
以柔小姐要是愿意为包家添香火，我可以做妾，我伺候她和三黑。那不委屈你了？不委屈。端午从小就在包家当丫鬟，嫁给三黑这些年，该享的福都享了，却一个孩子都没有生。是嫂嫂和三黑受委屈了。当初我对雨柔姑娘那样，我这口可怎么开呀？嫂嫂，我去跟她说。小姐，有人找您。端午，雨柔姐姐，快请坐。你怎么来了呀？我来看看你。这个是我在家蒸的糯米糕，这个是我炖的糖水，还有这个是三黑最爱吃的江米条。等等，你是特意给我送过来，是不是找我有事啊？我想求你帮个忙。哎，可千万别说求。只要是我能帮上忙的，我一定帮你。你能做的？什么忙啊？要我帮？生孩子。生孩子？端午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又不是郎中，更不是送子观音，我怎么帮你生孩子呀？你能？我能什么？我不能生，你能生。端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包家不能没有后，你嫁过来，给包家生个孩子。端午，这些话是不是嫂嫂让你说的？如果你能给包家续香火，你做妻，我做妾。啊，如果你不愿意端午做妾，那端午就当佣人，伺候你跟三黑。如果你还是不愿意，那端午就搬出去。端午，是不是嫂嫂逼你过来的？啊，没有，嫂嫂对端午可好了，这些年为了乔郎中花了好多银子，她一点都不心疼，去庙里也是大方。你别说了，一定是嫂嫂拿生孩子的事情逼你。不是嫂嫂，就是嫂嫂，太过分了，太不公平了。不行，我带你去评理去。走。啊，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死之前来看看你。您病了，严不严重啊？有没有乔郎中啊？我是要被你气死！你不愿在家待，我依你；你不愿意成亲，我也依你。哼，你倒厉害！哼，开这么个青楼，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放？谁跟您说我这是青楼？这就是青楼。哦，爹，您很熟悉嘛？是不是以前来过？我是开封府尹，什么不知道？您是前任开封府尹。哼，换做以前，一定是把我这里给查封了，然后再找几个人把我押回去。不过现在嘛，要不我找2个姑娘给您弹个曲儿？哎，老板换了啊，规矩改了，概不赊账。哎，我到开封府告你去！告，赶紧去告去！告赢了，我请您听曲儿。你走了，端午，走。哎，雨柔。哎，包大人，包大人，包大人，那老家伙得理不让人，你怎么能答应他呢？把他轰走不就完了吗？开封府是个讲理的地方，由不得你们想抓就抓，想放就放。可他明摆着就是在讹咱们，他们全家人的命凑在一块都值不了200两，我们上哪弄那么多银子赔给他呀？是你们先讹人家的，你们自己去想办法。包大人，当初是尹大人让我们这么干的，案子棘手，他抓不到真凶，让我们俩抓个假的去顶罪，你不能把屎盆子都扣我们哥俩头上吧？尹大人让你们杀人放火，你们也干？你让我们杀人放火，我们照样干。是尹大人让你们干的，你们就去找尹大人要银子去。哎，别跟着我。嘿，我说这咋办？老板，
雨柔姑娘，你这么早就来了，三黑还没回来呢。我不找他，我来找你。哎呀，这提亲的事儿应该让你爹来，哪有姑娘家自己找来的？谁跟你说我是来提亲的？我是来算账的。哎，雨柔姐姐，你算什么账啊？当初我想嫁给包拯，你不愿意，你说端午才是他需要的那个人。嗯，可是端午现在生不出孩子来了，他就不是包拯需要的那个人了吗？而且你要我嫁进来我就嫁进来，这公平吗？这对端午公平吗？好，那嫂嫂就给你算算这笔账。三黑喜欢你，你喜欢三黑，当初我愣是不让你们成亲，这对你们公平吗？不公平。端午一直伺候三黑，因为他生不出孩子，所以我让三黑休了他，这对他公平吗？更不公平。是啊，现在我让你们俩成亲，又不用端午生孩子，他作为妾室伺候三黑，这不都公平了吗？你想想，公不公平？不公平。端午不愿意，端午受了委屈，那就是不公平。端午，你说。雨柔姐姐，我愿意，我一点都不委屈。雨柔姑娘，哎，是嫂嫂不对，当初耽误了你们的姻缘。嫂嫂这不想补救吗？你不就是想延续香火吗？哎呀，延续香火是没错，你想想，等你俩成了亲，3年5载的，再生几个孩子，这院子就不会冷清了。你说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那你们三黑呢？哎呀，那个呆子不管他，以前他听我的，现在他还得听我的。我先回去了。您看，成了。爹，您找我。你怎么才回来？皇上和我商量，让皇后回家看看。哼，他倒是没把你当外人。爹，我哥呢？牢里呢？在牢里，他没回来。我也不知道包拯到底在搞什么花样。皇上下旨大赦天下，我哥也在其内。包拯就是再不通世故，也不能抗旨不遵呢。你回来的正好，你去趟开封府问个究竟。要是那个包黑子敢擅自扣人，你就警告他一下，让他立刻乖乖的把人给我送回来。主人，主人，张东回来了，说雍二少爷不回来了。老爷，公子说，少爷说他要住在听雨楼。听雨楼？那不是刘父当年的杀猪场吗？他住那儿干什么？少爷听说听雨楼是读书人饮酒作诗的地方，雅致。说要住在听雨楼读书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叫他给我滚回来！少爷说他不想窝窝囊囊的回来。哦，还说让您别去找他。老爷，小的多句嘴，少爷真的变了。这3年在牢里天天读书，还写了好多诗赋呢。你跟你们少爷说。叫他乖乖的给我滚回来，要不然，这辈子就别踏入这个大门。老爷，少爷让我回来，取点银子。滚！是。爹，您还不了解我哥吗？您这么说。他肯定是不会回来的。哼，我就是不这么说，他也不会回来，爱回来不回来。听雨楼，他住那儿干什么？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怀。
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少爷，您这首诗写的实在是太好了，连我这不懂诗的人，我听了都浑身起鸡皮疙瘩呀。这首和以前的比怎么样啊？那跟以前的比，这首诗那都通通不值一提。这是李白写的。李白写的？不是少爷，这是您的字。不学无术，无可救药。没事多跟小爷学学，多看看书。我再给你念一首。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少爷，我知道了，这首诗不是你写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这是首儿歌。你再听一首。好，少爷你说。你们两个不为新主子好好当差，跑我这儿来干什么？大人，您这是在做什么呀？作家。作家？干什么呀？加自己呀。加自己？老夫要研制一种能锁住别人，但锁不住自己的家。明白了，大人是怕自己再被关进大牢里，不求别人。你俩有什么事儿？大人，在包黑子手下做差，不如在您手下做差舒服，又苦又累，而且还没有时间过来看您。我们今天是特意抽出空来看看您，看看您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到底什么事儿？快说。哥，你说。大人，这包黑子呀，让我们来向您讨银子。讨什么银子？皇上大赦天下，开封府大牢清仓，有个老犯人不肯走，包黑子知道了这是您手里的冤假错案，让您赔偿他这些年做冤狱的银子。有这种事儿？哎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大人，您当府尹这么多年，咱碰上这些棘手的案子，不都这么干的吗？对呀，您怎么能不记得呢？保证要讨多少银子？500两。啊？大人，这包黑子起初要1000两，我俩再三求情，降到500两。对，没有。大人，您不能没有啊！您要没有，我们俩怎么办呀？关你们俩何事？讨不到银子，我们俩的饭碗就丢了。对呀，真的？真的。唉，回去告诉保长。哎，银子没有，老命有一条。走吧。哎，站住！大爷，给老夫把枷锁打开。您要去拿银子？你们两个混账，想骗老夫的银子，那是做梦。大爷，您慢慢研究啊。哎，你们两个回来，给我把枷锁打开。这两个混账，500两，你心也太黑了吧？你怎么还多要300两？哥，我要不先开口，你张嘴就得要1000两。尹大人曾经对咱们不薄，做人得讲良心。贾慈悲那样，现在1两也没要着，怎么办？他不给，咱找小姐要去。